宫崎骏画的赵丽颖曝光，背后故事超暖心。2025年4月29日，演员赵丽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组特别的礼物，瞬间成为全网焦点。这组礼物是由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与吉卜力工作室制片人铃木敏夫亲手绘制的3幅画作。画中的赵丽颖以宫崎骏标志性的清新画风呈现，巧妙融合了《幽灵公主》中小桑的野性与龙猫式的纯真梦幻，堪称2次元与3次元的奇妙联动，让粉丝们惊叹不已，直呼这是什么神仙待遇，好想拥有颖宝的追星运。宫崎骏在全球动画领域堪称传奇人物。1941年1月5日，他出生于日本东京都文京区，毕业于日本东京学习院大学政治经济部。1963年，宫崎骏踏入东映动画公司，担任动画师，参与了东映首部动画剧集《狼少年肯》的制作，就此开启了他在动画界的漫长征程。在其职业生涯中，宫崎骏推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1984年，他执导的《风之谷》上映，凭借宏大的世界观和深刻的环保主题，为其奠定了在日本动画界的重要地位。他也因此获得国民动画家的称号。1986年，《天空之城》上映，影片中充满想象力的飞行城堡和冒险故事，深受观众喜爱。1988年，《龙猫》的问世，以温馨治愈的风格，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宫崎骏也凭借此片荣获第13届报之映画赏最佳导演奖。1997年，《幽灵公主》上映，影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探讨，引发广泛共鸣，票房成绩斐然。2001年，《千与千寻》更是达到了宫崎骏作品的又一巅峰，斩获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等多项国际大奖，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观影热潮。宫崎骏的每一部作品都蕴含着对梦想、环保、人生等深刻主题的思考，不仅在日本国内，更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大量粉丝。此次赵丽颖收到的画作，源于她为宫崎骏经典电影《幽灵公主》4K 耳闻修复版进行中文配音。在电影中，赵丽颖演绎的狼族少女小桑，被宫崎骏称赞为最具生命力的女主角。赵丽颖自身从默默无闻到成为一线演员的坚韧成长历程，与小桑在影片中展现出的顽强生命力高度契合。铃木敏夫在画作寄语中特别写道：“请和小桑一起感受生命力。”据悉，宫崎骏团队被赵丽颖在配音过程中的专业表现深深打动，特意创作了这几幅肖像画作为礼物送给她。其中一幅画中还巧妙地隐藏了《幽灵公主》中的场景彩蛋，这份用心让粉丝们直呼这是吉卜力级别的追星天花板。这并非赵丽颖首次与2次元领域产生交集，此前她与哪吒的合影就曾引发网友热议。而宫崎骏的手绘作品向来极为稀缺，其40年手稿展曾惊艳世人。此次破例为赵丽颖作画，不仅是对她配音实力的认可，更像是两代奋斗者之间跨越领域的惺惺相惜。仔细观察画作，其线条细腻如水彩，赵丽颖标志性的圆眼被赋予了吉卜力式的灵动，发丝间仿佛透着《风之谷》中那种自由飘逸的感觉，完美的实现了东方美学与日式动漫风格的极致融合。赵丽颖的演艺之路与宫崎骏笔下的诸多女主角有着奇妙的精神共振。从农村出身一步步打拼成为收视女王，她如同《千与千寻》中的千寻，在成长过程中历经磨砺却始终坚韧。而《幽灵公主》中不等待救赎，自己成为利剑的价值观，也与她近年来在演艺事业上拒绝被定义，不断突破自我的选择不谋而合。这场跨越次元的对话已然超越了简单的娱乐新闻范畴，不仅让广大影迷为之狂欢，更促使大众开始深入思考艺术如何突破媒介限制，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关于女性力量的深层内涵。作为一个一路看着赵丽颖成长的观众，我常常会想，一个演员的魅力到底来自哪里？是流量？是外貌？是话题？还是作品？
直到看到宫崎骏亲笔为赵丽颖创作画作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真正的魅力是一种沉淀过后的认可，是一种能让艺术家主动伸出笔墨的力量。吉卜力这3个字在二次元世界里是梦，是信仰，更是标准。而赵丽颖来自现实世界，是靠一部部剧、一个个角色从底层一路打拼上来的演员。她不是出道即巅峰的幸运儿，而是那种你每次以为她到了极限，她却总能翻山越岭，刷新认知的存在。所以当宫崎骏用他的画笔勾勒出一位赵丽颖式的小桑，那不是一幅普通的肖像画，而是一场灵魂的碰撞，是2个时代、2种艺术语言对生命力这件事的共鸣。作为观众，我感受到的不只是羡慕，更多的是一种温暖，那是一位艺术家向另一位创作者递出的掌声，也是一种你懂我，我也懂你的默契。赵丽颖的气质其实非常吉卜力，她安静但不乏力量，柔软却坚韧。她从不张扬，却一步一个脚印地将每个角色活成现实中的人。从陆贞传奇的隐忍到知否的克制，从谁是凶手的突破到如今配音幽灵公主，她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演戏不是炫技，是敬业，是投入，是热爱。更让我感动的是，这并不是一场资本运作下的商业联动。在这个人设大行其道的娱乐圈，赵丽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她不追热点，不炒绯闻，不靠社交场出圈，而是靠一场场扎实的拍摄，一次次沉默的坚持，慢慢的赢得尊重。宫崎骏的这份礼物，是对他这些年无声努力的最好回应。赵丽颖与吉卜力的这次次元合作，不仅仅是中国演员与日本动画的对话，更是一种精神的连接。那些温柔却不脆弱的女性形象，那些在风雨中依然选择前行的灵魂，早已超越了国界与语言，抵达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在这样一个快速消费的时代，我们或许太容易被噱头吸引，而忘记了那些真正值得被铭记的质感。而赵丽颖的存在，就像吉卜力的一帧帧画面，在喧嚣中静静绽放着属于她的光，低调却深刻，温柔却有力量。她不是那个被定义的明星，而是一直在打破定义，重新定义自己的赵丽颖。赵丽颖闷声干大事，演员的原因实际的重新定义了。最近，赵丽颖的动态可谓惊喜连连，且总是悄无声息地做着大事，从不做预测，一旦官方宣布，总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为布达拉宫第2季担任配音，并且成为了向阳花的出品人，全女阵容的电影票房超过了2亿。更令人震惊的是，她还被正式确认为宫崎骏大制作《幽灵公主》的女主角配音。赵丽颖从不参与无谓的内耗，只一心向前，总是用实际成就来回击那些对她冷嘲热讽的人。如果没记错的话，实际上这是她第3次为非自制作品配音了。第1次是为迪士尼的大片《寻龙传说》中的拉雅公主衍声，第2次是为国内的纪录片《布达拉宫》第2季配音，而这次则是为来自日本的剧作《幽灵公主》的女主配音。这3部作品来自中美日3国，都是国际顶尖团队制作，谁看了不忍赞叹哇，非常棒。今后又有谁敢嘲笑她的原声表现呢？追溯到当年《知否》播出时，她曾因原声台词被诟病，配音时磕磕绊绊，流畅度不佳，甚至因此成为剧集口碑下降的主要原因。对于这种批评，她并没有反驳，因为当时确实有一些磕巴台词的呈现需求。之后，她还被嘲笑原声台词的比率低，甚至被戏称为演背。但实际上，所有的安排都是自有道理的。她在《杉杉来了》核心《还珠格格》中表现得游刃有余，怎么可能在《知否》中真的磕巴？这完全是为了剧情服务而已。演员的原声台词比率高，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其作品更优秀。有时，原声的演绎反而可能削弱了角色自身的魅力，使作品的呈现不够突出。艺人在角色中融入的原声台词若获得认可，是其实力的重要体现。
凭借原声演出的《风吹半夏》，赵丽颖获得了金鹰奖和飞天奖的视后，同时还受邀参与国际动漫大制作的配音。她被官方纪录片邀请配音，这充分印证了她的原声台词的价值。因此，演员在影视剧中依托原声台词，并不值得过于自豪。真正值得骄傲的在于原声台词与角色的契合度能否让观众满意。是否该重新审视演员原声率的衡量标准呢？原声演绎固然是演员应具备的基本能力，但并不代表每部剧都必须全程原声。有些古装剧或仙侠剧，往往配音演员的声音更契合角色。演员不应为了追求原声率而毁掉角色的本质。如果演员的每部作品都使用自己的原声，然而语音变化却不够丰富，最终可能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甚至无法投入角色。专业知识应由专业的人来完成，以优化角色和作品的表现。一味求全的原声出演，反而可能事与愿违。当然，这次幽灵公主能够找到赵丽颖配音，除了她的原声实力受到认可外，还因她超高的流量和热度，将为电影带来巨大的关注度。更重要的是，她对动漫的热爱，以及一贯传递的女性力量与电影的主题不谋而合。赵丽颖作为大女主，与宫崎骏笔下的小桑形象高度契合。他们的精神内核不拘泥于小情小爱，且不屈从于命运的束缚，总能激发出无穷的生命力，展现出坚韧不拔的勇气。他们的内心世界如此吻合，因此选择赵丽颖为小桑配音，实在是天衣无缝。在这个热衷人设打造的娱乐圈，赵丽颖始终是一个反潮流的存在。她不吵、不争、不炒作，却总能在关键时刻用行动砸出一个响雷，让人不禁感慨，她又一次悄悄干了件大事。这次听说她为幽灵公主担任配音，作为一个吉卜力和赵丽颖的双重粉丝，我是激动的彻夜难眠。她不是那种会在社交平台大肆预告自己身与大作的人，但她总能用结果告诉我们，她值得被世界看见。曾经也看过她在《知否》里的一些争议，但那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不能多一点耐心去理解一个演员的表演意图？他不是技巧的堆砌者，而是真正为角色服务的创作者。现在看来，那些所谓的磕巴掉线，在《风吹半夏》的原声中完全被击碎。他不是发声不行，是他愿意用角色的逻辑来讲台词。在这个原声率被过度拔高成专业评判标准的时代，赵丽颖用3次跨国配音、1次纪录片旁白和1次吉卜力合作，轻描淡写地写下了一句